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峰，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月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徐和谦。运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来看到现在美伊谈判的重点就已经变成是荷姆兹海峡谁去封锁了吗？好，来看到我们的川普又改口了，他原本说要来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结果呢，在美东时间的13号上午10点又改成要封锁伊朗港口并控制海峡，目前呢封锁已经开始了。那他也警告说如果伊朗的舰艇呢胆敢逼近我们的封锁线，我们会立即将其摧毁，就像我们打击海上毒贩的手段一样。迅速而残酷。好，不过呢，川普说要封锁荷姆兹现在迷因图已经开始出现了，是怎么样？川普就像是一个海盗一样吗？另外还有什么？如果你打不开荷姆兹，那就把它给死死封锁吧。那这个网友还把它变成一个孔子的图，变成是什么堂子？另外呢，还把川普变成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北欧的神明一样的图啦。所以现在呢，他的梗图是越来越多了，从来没有少过啦。但是他的威胁，伊朗有在怕吗？我来看到伊朗议长怎么说呢？说享受现在的油价吧，有了所谓的封锁，你很快就会怀念每加仑4到5美元的油了。而且呢，伊朗也说他们部署了噩梦般的潜舰，就是超过了20艘的加迪尔级袖珍潜舰，就部署在波斯湾还有荷姆兹海峡附近。它们的体型很小巧，且悄无声息，专门是为潜水区来设计的。但是虽然它们很小，却可以携带大量的鱼雷还有水雷来进行这个布雷。那另外呢，这个伊朗也宣称美军要实施封锁的之际呢，他们声称击落了一艘这个试图要接近伊朗阿巴斯港的美国海军舰艇哦。不过对此美国是尚未发表任何回应的。难道美国想要封锁，却被伊朗给击沉了吗？而同时伊朗也继续的放话，不只是对美国，还要对这个波湾所有国家来展开攻击，说如果他们的航运枢纽受到威胁的话呢，要对波斯湾以及周边的港口发动攻击，要么人人安全，要么无人安全。现在他们也要求呢，这个中东5个国家要赔偿伊朗的损失。巴林沙国、卡达、阿联、约旦呢，他们参与了美以对伊朗战争进行的赔偿，违反了国际法，应该要对此造成的所有物质以及精神损失进行全面赔偿。好，那现在呢，中东各国真的紧张了吗？我们来看沙烏地阿拉伯，除了呢可能被伊朗给威胁之外呢，他们也很希望美国赶快解除荷姆兹海峡。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他们希望美国解除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令就是担心伊朗可能去指示也门青年运动去封锁曼德海峡作为反制，或者也开始去收取过路费。我们来看到这张地图这里是荷姆兹海峡已经被伊朗给挟持了。那他们就担心万一旁边的另外一条曼德海峡也被也门的青年运动给封锁的话，哇，那这个阿联的油呢是真的就出不去了，那事情就大条了哦。那现在中国呢也警告美国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他们说呢，这个中国的船只其实现在呢还是可以持续的在进出荷姆兹海峡的，因为他们跟伊朗已经签署了贸易还有能源协议，所以呢他们会尊重并维护这些权益，也警告美国不要在荷姆兹海峡采取任何损害中国利益的鲁莽行动。好，那除了中国警告之外呢，其实北约国家也警告美国了。好像是英国跟法国呢都表示他们不会参与美国的封锁行动，强调必须要在国际法的架构之下重启航道自由。好，那现在这个美方已经说了，我们封锁荷姆兹了，但是其实呢，好像伊朗的油轮呢还是可以突破封锁的。
纽时就报道啊，有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似乎已经穿越海峡了，就是说呢，你美军的封锁根本没用吗？那另外呢，也有3艘油轮也是成功通行了，其中2艘驶入了荷姆兹海峡，船只通过了敏感水域时呢，他们是贴近伊朗先前指定的航线，所以现在都顺利的进入外海了。而我们的川普呢，还在胡言乱语吗？他说啊，在这个封锁之前呢，美国的反制措施确实让荷姆兹的通过量增加了。说昨天呢有34艘船，经过了荷姆兹，这是这个愚蠢的封锁开始以来最高数字。但是呢，报告显示啊，其实啊只有14艘船而已。虽然它已经是近期峰值了，但是还是低于正常水准。而且啊，川普说的34艘，实际上是14艘，根本就差的非常多。好，所以来看到这场荷姆兹闹剧，到底是谁去封锁谁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这个美国打通不了赫尔木兹海峡，结果竟然突发奇想说，那我也来封控啊，也来封锁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然后又改口说除了伊朗的船以外，还有停靠在伊朗的港口的船会被封控以外，其他的它并不封锁。那等于是美国你要先去识别确定说哪一些国家的船停靠在伊朗的港口，你要对它实施封锁，然后你要确定哪一艘船是属于伊朗的船，你要对它实施封锁，那就等于是所有的船只经过这个海峡的时候进出都要经过双封锁，这个等于是把世界搞得更乱了啊！这个是美国一个大国该做的事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封锁啊，基本上来说，伊朗采用的方法比较简单，而且比较有效。为什么？也就是你要强制通过那个海峡，我就把你打掉，那这个就很有效了嘛。他不需要派海军在这个地方实施拦截、登船检查、扣押，不需要。你只要强制的经过这个海峡，没有经过我革命卫队的同意，我就把你打掉，或者是没有付钱，我就把你打掉。可是美国不是，美国是必须要派海军去拦截、登船检查，最后要不要决定扣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问题就在于技术上要怎么做。如果因为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他宣布封锁这个海峡是2段，一个是在赫尔木兹海峡的东段，一个是在赫尔木兹海峡的西段。那在东段这个地方就等于是在阿拉伯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波斯湾这个地方。我们一般估计，美国的前海军司令他的估计，如果要封控这个海域，那就至少要6艘战舰。6艘战舰中2艘来执行封锁，也就是执行拦截、登船检查、扣押的一个动作。另外4艘要去保护那2艘的安全。这样子等于是一次用6艘。可是当他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等于是那6艘的战舰就无能力去对伊朗实施攻击了。因为它是在于海上临检嘛。那为什么要有4艘来保护那2艘呢？因为那2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它的船速会慢的，它是要拦截下这个通过的油轮或者货柜轮，而油轮或货柜轮很大的，有的是上万吨，有的10几万吨重，像航母一样大。那你一个几千吨的船要去拦截10几吨的油轮，那基本上来讲风险就很高了，很有可能伊朗会利用这个时间对你用无人机、无人船、无人水下艇，还有就是这个反舰的导弹对你实施攻击，所以你又必须要用4艘船去保护那2艘船，而一天只能成功的或是顺利的最大的能量，1艘船只能拦截3艘船，所以等于是2艘船拦截6艘船，再加上4艘去保护它，那等于是一天6艘船什么都没做，只能拦截六艘这个油轮或者是货柜轮，而你本身还可能挨打。这是在于阿拉伯海这个海域，另外在于这个赫尔木兹的西部这个海域，那更广更大了，所以你才会看到说有些船根本不理它就直接通过了，那就是因为海域太大，你美国的船你要去识别哪一艘船进去的时候是要去经过这个伊朗的港口，那你怎么知道它要经过伊朗港口？
因为它还没到伊朗的港口嘛，所以进去的你怎么去确认？第二个出来的你怎么去识别？而且海域那么大的时候，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往外跑，那你美国的船舰要怎么去拦他？所以他们估计要2个航母战斗群。那目前只有1个航母战斗群，所以小布希号要礼拜5才会到。好，2个航母战斗群，再加上15到16艘船，那你才能拦截了不起15艘船一天。那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还要再识别，还要再拦截，而且他如果不理你，他这么大的船一直往前开的时候，你拦截，你除非你去打他，你如果不打他的话，他撞到你一个10几吨重的船去撞你一个3000多吨的船，那请问谁能吃得消？可是你如果一打的话，那基本上你又涉及到国际上，你对于尤其在公海，对于无武装的船只，你进行炮火攻击，你本身又会涉及到国际法的问题。所以中国大陆直接讲了嘛，你不要碰我，你碰我的话，那就看着办。那因为中国大陆在非洲的东部也有它的海军基地，也有它的武装船。那换言之，也就是说，那除非你美国大小眼，就是大陆的船不拦。不是大陆的船你拦，那你会让全世界看笑话嘛？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天川普又给美国的海军下一个难题了，他要怎么执行？所以有人就认为说，美国的海军可能很成功的转变成为美国的海盗啊，海盗船了。那这不对嘛？你海军就是海军，怎么变成海盗呢？这个听起来川普要封锁荷姆兹真的是蛮困难的。我们来请教玉峰委员。其实邮轮一般来讲大型的邮轮平均30万吨到50万吨，到35万吨，它的长度就300多公尺。所以你如果说你要拦了，你可以拦几艘。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按照他现在讲法，就是说你进出伊朗港口的船，美国就可能会攻击你，也可能扣押你。那我要请问你，如果是俄国跟中国大陆的船，你美国是打算要攻击他，还是要扣留他？敢吗？这个没有道理吧？然后如果是英国船呢？法国船呢？日本船呢？对不对？那你进出这个港口，哪里你都攻击嘛？当然，可能这些国家比较少，但是以中国大陆来讲是非常可能的，因为它的油有相当的部分是从这个伊朗这个出来的就跟伊朗购买了。那你说他这个很难想象可以去攻击他，所以就川普他常常很多的做法是异想天开的。我认为很直觉一个做法是这样啦，他是认为说你伊朗也未免太心愿了嘛，也未免太好了吧？你就在那边收1桶收这个1块钱美金，那我刚刚讲了。他有30万吨到32万吨那么多的船，那你一条船你要给他收多少钱？川普这个人你要看他的很多的看法第一个你就把他当作就是一个地产商，第二个就是一个想要赚钱，每天都想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商人，所以他想你这么好，你伊朗你每天来收一大笔的钱我美国打仗。打了花了一大堆的钱，然后现在看你在那边赚钱，那我打仗的结果是你赚大钱，然后我赔大钱，川普看不下去，所以川普曾经讲过什么？他讲我们2个共设公司，伊朗跟美国合作设一个公司啦，我们一起来收钱，一起来分这个钱，这是荒谬嘛？但他讲完这个以后，大概也被很多人批评了，所以他就收回来如果我不能收钱，我也不让你收钱。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想的。所以他现在什么动作都没做，他就封锁荷尔木兹海峡，然后看看你伊朗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钱的事情。那我是觉得比较好玩，如果伊朗真的开口说，那好，我跟你美国一起设个公司来收钱怎么样？你认为川普敢答应吗？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荒谬。美国的这个维吉尼亚州选出来联邦参议员叫做这个应该叫 Mike Water， 就是华纳参议员，他说这个根本超越我的逻辑对，怎么会这样子的呢？对不对？西班牙的国防部长也批评，英国首相也讲说我不支持这种做法。所以你川普做这件事就是非常不讨好。其实战争
要用什么方式进行不管，最后你结束的时候，至少要得到世人的赞美。你川普前面做怎么样不管啦、你到最后你是用这种方式，是用封锁荷姆兹海峡的方式，要来处理这个战争。那我请问你，那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伊朗？他封锁荷姆兹海峡，你现在跟他一样嘛？就你本来你是官兵，那伊朗是强盗，而且官兵跟强盗都一起封锁海峡的时候，哪里有官兵都是强盗嘛？所以川普这个人就是怪，而且是真的是让人家讨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真的，川普现在变成是合法的海盗吗？而且这个海盗他真的是看人家的钱，哪里有钱他也想分一杯羹啦。我们来请教徐老师。是今天这个4月14号啊，刚好之前美国跟伊朗达成的所谓14天的停火协议，今天刚好走了一半啊。理论上这个停火协议的截止日期到4月21号，那到底还会不会有下一轮的谈判呢？这2天消息很多，昨天我们看到俄罗斯媒体，然后接下来是路透社，在刚刚我们开播之前啊，大陆的央视都推出了相似的口径相似的报道，说还有一轮谈判。那有的说就在巴基斯坦，就在伊斯兰堡继续谈；有的说，虽然伊朗很满意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中间调人的角色，但美国好像有其他的想法，好像要把第2轮的这个潜在谈判挪到其他地方啊，包括可能在土耳其，甚至有可能在埃及。但现在啊，我自己的看法是，当川普说这个在第1轮谈判失利之后，他说我要封锁海峡，你封我也封啊，你把这个海峡加了一把锁，我制裁你的，我压制你的最好方式，我就加上另外一道锁。我想这个姿态恰恰是反映出了川普现在不想马上去撕毁这个脆弱的停火协议，不想马上直接用军事手段去对伊朗的这个船舰或者是它的岸基上的其他的目标来进行攻击。为什么呢？我想啊，就是说他现在这个自从停火宣布以后啊，国际社会慢慢已经接受一个预期，就是说可能这个战事会慢慢往和缓甚至停战的方向走，油价也开始回落啊，这2天油价大概跌回$100，大概回到96左右这个区间。那么全世界的这个骨灰市也对这个还有债市还有农粮油气的价格都对这个战火能够慢慢平息抱有很大的期望。但而且我们不要忘了，在停战之前最抓马的最后一幕，这个抓马的一幕是什么？川普希望画上一个分号或画上一个句点的是美军去成功救援在伊斯法罕被击落的那个 F-15E 的这个一个飞官跟一个武器控制官的这个所谓的美军版本的英雄事迹。所以当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舆论当中，还有大家的政治心理预期说，当1位或2位美国官兵在伊朗境内被击落，我们还花这么大的力气把他救出来，而且是成功的，这个叙事成功的。当单一个人或2个人的人命如此重要跟如此神圣的时候，今天川普告诉我说，对不起，我要撕毁这个停火协议、停火的安排，然后我要重新进行更大规模的可能的地面战争，并且一下子把美军可能的预期伤亡拉到现在远远超过现在大概10几个人阵亡的这个水平。那我想在美国国内的政治心理上是不好接受的。那当然，现在大家也都在分析啊，就是说，其实，在上礼拜的伊斯兰马巴德这个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当中，其实一度达到了80%啊。他们有人说，这个80%的这个重点都已经谈好了，但是就谈剩下几项，结果就触礁。大概是剩哪个呢？第一个，浓缩铀怎么办？伊朗方面就说，我可以，因为伊朗的公开宣言一直是我没有要发展核武器，我做浓缩铀的提炼活动只是为了我的民用啊、医疗啊、核能发电的设施。那美国说没有，你在骗我。你有那么多石油，你根本不需要核电，你把所有的浓缩铀交出来。那伊朗说，我可以稀释，我可以降到很安全的水平，但是你交出来，这有伤我的主权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地区停火，美国就要求你伊朗要停止资助你所谓的地区的抵抗之湖的其他的伙伴。那伊朗就说，那好啊，那我的对价方案是你以色列也要对黎巴嫩真主党要停火啊，你不能我停你不停啊，你继续打，那我不是傻吗？第三个就是海峡的问题，那到底是要全部这个自由通行，还是说我们2家一起收费？要当流氓，我们2边一起当，改写国际法的规则？那我想这个就有待第2轮去解决。除了荷姆兹闹剧之外呢，我们来看到啊，其实美方呢是不是趁着谈判的时候，一直把这个军舰呢，还有人力呢，都往这个中东来集结呢？好，来看到啊，现在美军呢在中东呢已经部署了16艘的军舰了哈，包括了林肯号的航空母舰，以及11艘的驱逐舰，还有3艘的2栖攻击舰，以及1艘的滨海战斗舰。
好，那 BBC 也报道了，说啊，美国的林肯号航母呢，它现身阿曼湾附近。那周六的卫星图像也显示呢，该航母啊就位于伊朗海岸以南约200公里处。但是怎么样呢？这还是在伊朗的无人机以及飞弹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另外来看到啊，布希号在哪里呢？它在这个荷姆兹海峡封锁期间呢，是从非洲的南部这样子绕过来这里。哎，为什么要绕这么一大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走这一条路啦，因为他们担心这个胡塞武装组织会控制这个红海以及曼德海峡，所以呢，他们只能从下面这样子绕过去。好，在油价这么贵的时候呢，这条路呢还是非走不可。好，那除了这个航母陆续的部署之外呢，我们来看到啊，美国海军的2栖攻击舰全狮号呢，也预计呢要在4月下旬抵达中央司令部水域。那这个时间呢，可能就是23到28号之间。那这个全狮号啊，预计这个4月23到28号之间抵达。那同时呢，会跟这个那边已经部署的迪利波利号一起去加强美国的远征这个战态。那大家也就好奇了，因为这2艘舰艇呢，里面是部署了非常多的这些兵力，难道这是代表地面战要开打了吗？好，不过呢，美国的陆军官员就表示啊，其实啊，这个在战争初期的时候呢，洛马公司的一个这个叫做PRSM 精确打击导弹的库存呢，迅速的就耗尽了。虽然这种精准的打击导弹呢还在测试阶段，但也可以知道了，这个战争真的是非常的耗弹药。而不仅如此就连这个军人呢也想要逃离吗？我们来看到啊，这个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说，在过去1个月里面呢，不安的情绪啊在美国军队内部扩散，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现役美军呢质疑川普打击伊朗的正当性。好，对于美国领导层的决策感到担忧，从而产生要离开军队的念头。所以有一些军人已经决定提前退役，或者是不再续签服役合约了。好，弹药不够，人力不够，所以怎么办呢？靠精神来进行了吗？我们来看到啊，川普呢自称怎么样？他接到了伊朗方面的来电，说他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说因为美军封锁了伊朗港口，所以他们就打来了。另外他还说，美中的关系很良好啊，习近平希望战争落幕。就网友就酸他根本就是唬烂大师。好，但另外来看到啊，其实现在这个战争可以一直打下去的话，是不是因为背后有其他大国的协助呢？有美国的情报机构消息透露呢，在过去6周的冲突中呢，中国可能是陆续向伊朗提供了这个 Manpads 便携式防空导弹，而美国啊最近被接连击落的军机呢，就是被这种导弹给击落的。好，那另外呢，中国也是有这个即时卫星影像北斗系统嘛，是不是也向伊朗提供了美军福特号、林肯号航母的即时情报，来协助伊朗抵抗美军的打击呢？对此，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是驳斥了，说啊，中国呢在军工出口方面是采取慎重、负责任的态度。那根据本国的出口管制法律，还有这承担的国际义务呢，都有进行严格的管控。好，不过啊，除了中国之外呢，伊朗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资助吗？来看到啊，伊朗战前不久购入的俄罗斯米28直升机啊，也被发现了，就出现在德黑兰的上空。那伊朗军方也说了，说如果这个冲突啊一直不断的在进行的话呢，他们要启动新的作战方法。那么伊朗现在呢，也还没有展现出他们全部的作战能力。所以看到啊，战争打到现在啊，其实伊朗呢，他一直说我还有留一手，那这要怎么样去来画下这个谈判呢？我们来请教赖老师。美国的军人他们确实越来越焦虑啊，因为他们从自己国内的媒体，从国际上的媒体，他们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说这一次川普跟以色列，也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所发动的这个攻击是不具有国际法的正义性、正当性啊，所以他们本身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那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他找不到盟友啊，不管传统上过去多次的跟美国一起去打中东国家的日本啊、澳大利亚
以及英国。可是这次很明显的看到，英国是摆明的直接拒绝，而日本跟澳大利亚是婉拒啊，就是不参与了。但是整个欧洲的北约的盟国没有一个国家支持，而且已经是直接公然的啊，明明白白的说反对美国挑动啊发起的这次的战争，而且认为这个战争就是不具备正当性、正义性。那你想，美国的大兵他面对这样的一种国际上被孤立，而且这个军事的行动不合法，可他又不能抗命，因为他如果拒绝执行任务的话，他变成抗命，所以他不愿意冒的抗命罪，可是他又不愿意去执行这次的战争，那怎么办？所以才会很多人要咨询啊，这些寻求啊这个机构来帮助他，看看他如果是在于啊这个合约上跟军方所签的合约，如果他要退离的话，要被赔款，那他怎么样才能够提前解约？因为如果你训练，因为一般来讲我们是这样子哦，我如果训练你这个士兵，我军方投下多少钱，然后通常会1到2倍的你要还给我。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训练期间，那我训练你了啊，投在你身上啊半年的钱，那你要服务1年，满1年以后你才能够申请退役。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满1年的话，你要申请退役，你必须要把我投在你身上的钱还给我，要赔偿。那一般来讲，很多美国的这些大兵，他本身并不是很有钱的人，所以他没有能力赔偿，没有能力，那怎么办？他就去找，例如说用信仰的方式，就是他不愿意拿枪去杀人的这种信仰的方式来去拒绝到战场去执行任务。那但是问题是，这个部分里面你要在法院上证明你是信仰上是绝对不打仗的，也就是我们讲的道德良心者这样的一个，这个很难。那怎么办？所以他们现在目前有人是变成说我精神状况异常，有人就是我是道德良心的问题，我拒绝这个服兵役等等各种理由。但是如果我是在期限已经过了，那我可以提前退伍。这些人他们就要办提前退伍的，有一些人就说，那我就不再签这个留营的这些条件，那他军方的福利还是可以享受。所以提前退伍的人没有军方的福利了，但是如果说是满合约的，他就有军方的福利。军方的福利就代表说，例如说他退伍以后，他可以享受医保、军保他可以例如说他可以一直使用这个军方的医疗保险。那这个是比较安全，还有那他考大学，那也有一些奖学金的一些补贴，他都可以享受。可是提前退伍的人就都没有了，所以他就变成要做选择。这个对于美国的军方来说也变得很困难，然后对于这个军人来讲，他也很困扰。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新闻出来的时候，就代表什么？美国川普总统这一次的发动这个战争不具备有任何正当性，所以他也在他内部里面出现有管理上军人厌战、不愿意打仗的这个困扰。真的是军中的福利这么好，他们也都不想要了，想要提前退伍。可是真的可以显示他们已经是军心涣散了吗？请教玉芳委员。这样子，最主要是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国防部长就是说看起来人家感觉就是说，你不是在讲军事的专业，你是在讲政治的正确。然后呢，你自己对军事也不是很懂，可是常常干预这种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事务那他上台到现在已经有10几个高级的将领被逼迫这个退休这个自己退休或者被他免职。你看最近的一个大概就是这个月的就4月2号，他这个陆军的参谋长叫做 Randy George 就被他逼的这个退休了。这是个非常资深的将领，而且呢，他是非常的能干，他在军中有好评，可是被逼退休。然后事实上他还要求这个陆军的这个部长也要离开这个陆军的部长跟陆军那个参谋长刚下来，这个 Randy George 是好朋友，可是这个陆军的部长他就是拒绝他是政治的命嘛，他拒绝。所以现在就变成说，你这个军队，大家很多人在看，这10几个、将近20个高级将领，被你逼得纷纷这样子
告退这个退役，他们这些人看在眼里面，这些都是很能干的将军，都是他们很熟悉，而且或者是同事，或是他的部下，或者是当过他们的长官。他们大家都有好评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在军中待不住你国防部长自己你也在军中，你不是一个在军队里面很受尊敬、很受欢迎的人，你现在不断的逼我们喜欢的这些高级将领一个个离开军中，这样的冲击当然是非常大了。尤其你打这个战争，来讲要师出有名了，你师出没有名嘛？你说人家在这个很快就要发展这个核子武器了。可是，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讲法是没有那么快，不太可能的事情。然后他说，川普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很快就要打到美国了，结果人家专家就出来讲说，这是美国自己的国防的相关的情报单位出来讲说，最快要10年，而且10年还不见得可以发展出来，所以你就是说你要打人家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人家想起小布希总统说要把伊拉克给灭掉，把哈桑给逮捕，就要把他绞死原因是因为他持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你把人家国家也灭了，把人家的这个国家的总统也处死了，最后你连什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你连什么都没找到，所以现在你还就想到一件事你说伊朗在发展核武，可是他现在就是没有发展成功他的核武嘛。然后你说发展洲际弹道飞弹也没有这回事嘛？你现在就这样打人家，而且打的过程中非常多荒谬的事情，你把人家女子小学打死了160几个这个女学生，然后还打死了这个10几位这个老师，你到现在为止，你美国官方有道歉吗？你没有道歉嘛？你把人家音乐学校也炸掉，而且你炸掉很多的基本的设施，电厂啦这个油厂这些。这是违反了战争的国际上有关战争的这种行为的这种约束、这种规范嘛，所以这个怪不得军中里面很多人不服气的原因，就这是一场名不正言不顺的，不是正义之战嘛。而且这个时候美军还是不断的部署在中东，难道接下来有可能真的要开打地面战了吗？请教徐老师。是这个战场的节奏一直在前线跟幕后的外交桌上不断的反复的交错跟进行。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其实非常有意思。4月14号就是今天，然后到明天，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正在中国大陆访问他要先见王毅，就是他的 counterpart。那也有可能依照惯例的话，很有可能跟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见面。那等于说，针对中俄在一个是乌克兰问题，一个是这个中东问题，那当然还有他们自己中俄之间的双边问题来进行一系列的协调。与此同时呢，4月15号美东时间的明天，川普要见谁呢？要见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普杜那这个呢，官方的报道就是说，他们要谈的当然是这个去安排5月中旬川普准备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一些具体的议程跟细节很多的这个穿针引线的事情，还需要工作层跟这个政策执行层的人去做，然后最后2个领导人才能握手。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见啦，在川普跟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去交代任务或交代美方的议程的时候，我想整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跟怎么解决，也会是这个耳提面命的内容之一。那与此同时我觉得这个虽然这个美国一直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情报单位或者是这个媒体不具名的方式去做一些认知作战，所以中国大陆是不是可能在伊朗背后如何？但我想可能比较有这个动机的，还有这个比较这个传统的这个在伊朗地区军事行动去介入地区平衡的能力的国家，其实是俄罗斯。毕竟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俄罗斯一度打到它的弹药比较缺，然后它的这个机动能力，它的导弹被损失殆尽。那个时候呢，正是伊朗提供了它的沙希德比较廉价的沙希德无人机来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前线的战争。所以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也很生气他为什么上个礼拜到中东到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去卖了一圈军火？他就说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办法中立，因为攻击乌克兰国土的第一批伊朗无人机就是伊朗的战士、伊朗的军人直接在乌克兰的战场上操作的，所以乌克兰在这个时候必须跟这些被伊朗攻击的阿拉伯国家站在一起。
那虽然看起来俄罗斯跟乌克兰啊都分别以各自的方式卷入了这场中东的冲突，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2天的新闻，4月10号路透社有一个报道，他说这个目前泽连斯基最新的幕僚长、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这个人以前是乌军的军情局的局长。那他就说，其实我们有可能最近跟俄罗斯达成一个协议，但是最后的细节还没有敲定。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想见啊，对普京来说，如果这场战争他通过稍微对伊朗加把力，让伊朗能够扛住美国的攻击，使美国陷在这场战争里，那逻辑上来说，美国会有比较大的渴望跟比较大的迫切性，去希望说，那乌克兰这个战场是不是能够稍微的停下来？所以我想，这个很多的这个外交幕后的博弈，我们现在目前还难窥全貌，但是我想再稍微等一等，或许几个不同的战场或几个不同的谈判场所之间的线索，很快就可以串起来。好，那现在停战的关键呢，还有这个黎巴嫩跟以色列能不能够 hold 住他们的战火？不过啊，在这个谈判即将开始之前呢，双方还是不断的加强火力。来看到啊，这个以色列的媒体报道说，真主党呢是首次试射了难以侦测的无人机。好，以媒称啊，黎巴嫩真主党周一首次推出了新型的这个无人机，他们向以色列北部派出至少40架，而且只有少数被拦截。那其余的无人机呢？他们击中了目标，造成了重大损失。那其中一架配备可抵抗电子战的光学引导系统无人机，在这个谢莫纳镇坠毁了。好，那声明指出了这款新型无人机厉害在哪呢？它可以躲避侦测，在建筑物里面机动，而且呢，它携带重达这个5公斤的炸药，就是这里。它还可以飞行数十公里，可以说啦是真主党最先进的空中系统之一。好，所以现在真主党呢，有这个很先进的无人机，他们也没有打算要和谈哦。像是他们的领导人卡西姆在13日的时候就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原定14日要在华盛顿举行的黎以和平谈判，还重申我们组织拒绝与敌方进行直接谈判。而且黎巴嫩的首都呢，也有很多的民众呢，入侵了这个，在举行这个抗议。好，他们呢支持真主党抵抗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行动，好，反对该国政府跟以色列来举行谈判。好，所以人民呢，他们的态度呢也是抱持着拒绝谈判的态度的。不过我们来看到呢，黎以这场谈判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也会去参与。好，他们呢会围绕着如何确保以色列北部边境的长期安全，以及支持黎巴嫩政府收回其领土以及政治生活全部主权的一个决心，去展开这次的对话。好，但是在谈判之前，我们刚刚说到了嘛，这个黎巴嫩呢，还是不断的攻击以色列，而以色列呢，也是不断的去攻击黎巴嫩。那他们的军方就说了，过去24小时已经在黎巴嫩境内打击150个真主党目标，正值这个华府展开谈话的前夕，让这个区域的情势是再度升温了。而且子弹呢不仅仅是打向军方，就连民间呢也有很多人丧失生命了。来看到这个黎巴嫩的女童，她的父亲呢去参加葬礼，结果呢也是一样遭到了以军袭击。好，这个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市。那这个祖父呢就提到了，这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行为。هذا إجرام حرب. أي وين حقوق الإنسان؟ وين هلا ينجرح طفل فطيس عندهم بإسرائيل بتقوم العالم كله. نحن مش عالم، نحن مش بشر، مثلنا مثلهم. 好，那截至4月13号日起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造成了2089人死亡，6762人受伤了。好，甚至你连参加个葬礼呢，都有可能被导弹给击中。好，但是以色列的态度呢，也是相当的强硬。总理纳坦雅胡甚至说什么？说呢，美国副总统范斯在从伊斯兰堡返程的飞机上与我通话了，详细的通报跟伊朗的谈判情况，甚至还说美国本届政府官员天天都会像这样子来跟我汇报，意思就是说，美国真的是听我的话的吗？我才是老大吗？好，那如果说以色列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纳坦雅胡的说法。עם סגן הנשיא ג'יי די ואנס. הוא צלצל אליי ממטוסו בדרך חזרה מאסלאמבאד. הוא דיווח לי בפירוט, כפי שעושים אנשי הממשל הזה מדי יום, על התפתחות המשא ומתן. במקרה הזה, הפיצוץ במשא ומתן. 好，如果说纳坦雅胡是美国的老大，那川普可能就是全基督徒的老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用 AI 合成自比耶稣的图片哦，结果很快就删除了。因为啊，很多人呢都说他亵渎神明。那川普还说啊，他是把以图片把他描绘成医生啦。这个有像医生吗？因为他手这个放在别人的头上，这就叫做行医吗？好，甚至啊，川普还发文去呛这个教宗，说呢他软弱无能，甚至狂言说没有我的话就没有你这一位教宗，让专家直呼啦，就连这个德国的独裁者希特勒都不敢公开向教宗呛瞎，但川普敢。好，那教宗他也回应了，说呢，世界上有太多人正在受苦了，太多无辜的人被杀害，他认为必须要有人站出来说，其实有更好的方式，而且就连这个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呢，他也去批评川普了。要知道，他跟川普之前是关系蛮好的，但是对于这个教宗被批评这件事情呢，他也表示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就连伊朗总统也发声力挺教宗哦，他说：“我代表伟大的伊朗民族，谴责对阁下的侮辱。”好，所以现在川普已经把这个外交分歧呢上升到宗教羞辱了吗？我们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川普这样做已经实在是太超过了啊，而且超过的太让人家不能接受了。因为，天主教对于教宗的敬仰啊，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尊崇，非常尊敬。而且呢，教宗的选举啊，是经过非常繁复的过程。最后我们都知道，要冒出烟以后啊，才会知道说最后的投票决定的是谁。所以它是经过很严谨的、很复杂、繁复的过程中，然后诞生出这位教宗。而我们都知道，在欧洲是天主教最大的一个地方啊，不管是意大利，不管是法国，不管是波兰等等，欧洲有非常多的国家，天主教是主要的啊，这个精神上的信仰。那基督教或是其他的宗教是比较少啊，但天主教是主料。所以当今天川普说没有我你就不可能是教宗，这等于是羞辱了整个天主教徒，也整个羞辱了整个这个教宗的产生的程序啊，好像他们是考虑到政治的因素这样在里面。那这个连梅洛尼如果再不吭声的话，梅洛尼他现在的声望越来越低，然后极右翼在欧洲的情况是越来越差，他本身也会陷入政局的危险，所以他必须要表态了。那我想，这个很多人是没办法忍耐，也没办法接受，也不会原谅川普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因为这幅图画，也就是说，大家一看，所有的基督徒一看都知道，因为在新约，也就是在圣经里面的新约里面有一个描写，就是谈到耶稣救病治人，按手祷告就把病重者把他救愈了那他有这个治愈的这个神迹。所以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所以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一看到这个图就知道，川普在把自己比喻成为拯救世人的这个耶稣，因为他是一个按手祷告，这个大部分的基督徒没办法接受了。所以你看，连美国的 MAGA 的那些保守派的这种领袖都没办法接受了。川普出来说谎，说他不是描写他是耶稣，他讲的是他是医生，可是没有人相信，因为大家一看到那个图就知道后面的光环然后他按手的祷告中产生了神迹的这种启示，这个是大家都没办法接受的事情。所以他自己川普也心虚，后来就把这个图拿走了，把推文拿走了，你就可以知道他又公然说谎。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如果说 MAGA 的那些人还支持川普的话 ，MAGA 大部分的人是基督徒对啊。那些人如果还支持川普的话，是那些人脑袋里面有问题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川普得罪了所有的基督徒，成为全民公敌了吗？请教玉芳委员。就川普他的影响力就他的支持者，主要是来自就白人、中低收入的白人，这是他很大的这个支持的力量。另外就是那个福音派的教徒，基督教福音派的教徒，这两者之间当然也有重叠了，也有重叠这样。所以川普去把自己比喻为这种耶稣是真的对他们这些虔诚的教徒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耶稣就是耶稣嘛，就只有一个耶稣。你川普想要取而代之还是怎么样呢？对吧？你今天说你是耶稣，那明天是不是要说你是上帝呢？所以川普这种做法连很多的保守派就看不下去。非常有名的一个叫 Tucker Carlson，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保守派的你可以说他是网红也好，节目主持者，他自己开节目这样，但是他真的是非常受欢迎。他就是跟川普倒不是为了这个上帝的事情，是为了伊朗的事情激烈的冲突。那很多保守派支持这个 Carlson 的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你不是说你竞选的时候说我不会随便发动一个对外战争吗？我们把美国要做好，把美国做得伟大，恢复伟大，我们不会随便打仗，这牺牲人命，要花很多的钱吗？你上来以后每一件事都干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尤其是伊朗的这个战争打这么久，这里面让美国的民生这个伤害很多，就美国打这个仗打得莫名其妙，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又进一步去把自己比喻为基督的话，那你是真的在挖自己的地盘了，你的真正最支持的这个基础，你就在挖，把它挖空了以后，你就完蛋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连美国保守派也都不支持川普了吗？请教徐老师。是这个川普跟教宗之间的争议就让我想到2次大战前后一个广为流传但没有被历史学家完全考证为真实的一个传言，就说当年据说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那英美俄然后大家就在谈判嘛，就划分战后的世界地图跟世界格局。这个时候就有的人说是丘吉尔，有人说是杜鲁门，就建议斯大林说，我们是不是请教宗也来参加这个和谈？然后斯大林就说，教宗他有几个师他有多少部队这是一个广泛在西方流传传闻。然后后来也有人发明了一个教宗的回应当时的教宗庇护12世，据说他的回应是，当我的孩子斯大林他死掉的时候，当他要升入天堂的时候，他就会在那边看到我的军队了。那我想这一次这个 Trump 刚刚赖老师也说到了 ，Trump 后来自己辩解说，我发这个图的时候，我以为那是医生我不知道那是耶稣基督的形象。但是他说这个话，显然要么一他不是真正的有基督信仰的基督徒，要么就是2他在公然的说谎。他只有这2种情境，只有一个是真的。那这当然对于这个 Trump 他的核心是共和党背后的MAGA 派。那 MAGA 派里面呢，就是说又有一部分是所谓的这个美国的基督教的福音派的信徒，其实非常支持川普跟这个 MAGA， 包括史蒂芬班农他们长期讲的，我们要以白人文化